很多人确诊高血糖之后，日子过得提心吊胆，这个不敢碰，那个不敢动，恨不得把冰箱里的东西全部清空。其实大可不必，有些食物不仅不会推高血糖，反而是天然的胰岛素增敏剂。今天直接切入正题，带大家看7种超市里随手就能买到的低升糖蔬菜，以及怎么把它们系统地融进每天3餐里。第一，苦瓜，胰岛细胞的天然替补队员。很多人一听到苦瓜就皱眉头，觉得它又苦又难吃，是老人家才啃的东西。但在糖尿病的饮食管理里，苦瓜是真正意义上的核心主力。一整根中等大小的苦瓜，热量只有20几卡路里，升糖指数低到几乎可以忽略不计。对于需要控糖控体重的朋友，吃起来完全没有心理负担。苦瓜真正的价值在于它懂得从根子上解决问题。它的果肉和种子里含有一种叫做苦瓜苷的活性成分，这个东西的化学结构跟人体胰腺分泌的胰岛素非常相似，被营养学界称为植物胰岛素。说白了，当你的胰岛细胞因为长期过度工作开始疲惫、功能衰退的时候，苦瓜苷能够模拟胰岛素的部分工作，帮着把血液里游荡的葡萄糖推进肌肉细胞和脂肪细胞里储存起来，直接降低血液里葡萄糖的浓度峰值。不仅如此，苦瓜里的多肽 P 成分还能作用于细胞表面的胰岛素受体，让那些因为长期高糖环境变得迟钝麻木的受体重新对胰岛素产生响应。这就好比一把生锈的锁被重新上了润滑油，钥匙一插进去就能转动。去超市挑苦瓜的时候，要选瓜身表面颗粒饱满、突出感强的，颗粒越大越圆润，说明发育越成熟，活性成分积累的越充分。颜色要挑翠绿发亮的，而不是偏黄或者发白的，那种颜色说明已经老了，苦瓜苷的活性已经大幅下降。用手捏一下瓜身，要选硬实有弹性的，软塌塌的那种已经存放太久。苦瓜的表面沟壑很多，农药喜欢藏在这些缝隙里。洗苦瓜时，先用流动清水整体冲一遍，然后找一把干净的软毛小刷子，蘸着稀薄的小苏打粉水，顺着颗粒之间的纹路仔细刷洗一遍，最后用清水冲干净，竖着对半切开，用勺子把里面白色的瓤核子完整挖出来，白瓤必须挖干净，它是苦味最集中的地方，留着会让整道菜苦到难以下咽。挖完之后再斜切成薄片，厚度控制在3到4毫米左右，太厚了炒不透，太薄了口感全无。如果是餐后血糖峰值偏高，但空腹血糖还在正常范围的早期糖尿病或糖耐量异常阶段，每天可以放心在午餐或晚餐时吃上大约100克的清炒苦瓜，最好用橄榄油大火快炒，不要超过2分钟，保留苦瓜苷的活性。如果是已经开始服用降糖药、血糖波动比较大的中期患者，吃苦瓜的时机很重要，必须跟正餐同步进行，而不是单独当零食吃。同步吃可以让苦瓜苷随着食物一起进入消化系统，在葡萄糖被大量吸收之前，先在肠道里布好防线。每天的量控制在80克左右，不要超量。如果是已经进入胰岛素注射阶段的重度患者，苦瓜苷跟胰岛素同时作用，有叠加降糖的风险，必须严格监测餐后1小时和2小时的血糖值。第一次尝试时，把量压到50克以内，观察血糖变化再决定要不要继续。正在服用格列本脲等黄尿类降糖药的朋友，苦瓜和这类药物同时使用，可能引发低血糖反应。吃苦瓜前后2小时内，必须随身备好葡萄糖片。第二，秋葵，胃肠道的减速护栏。很多人觉得秋葵黏糊糊的，切开之后拉出一堆粘液，怎么看怎么不像正经蔬菜，但这团粘液恰恰是秋葵最值钱的地方。5根中等大小的秋葵，热量不到20卡路里，里面那层粘稠的液体，主要成分是可溶性膳食纤维，还有大量的果胶和糖蛋白。这些东西进入胃肠道之后，会在肠道内壁上铺开一层厚厚的凝胶保护层。说白了，就像给肠道铺了一层缓冲垫。当你吃进去的米饭、面条开始被消化分解成葡萄糖的时候，这层凝胶会大幅减慢葡萄糖穿过肠壁进入血液的速度。原本可能在30分钟内完成的血糖爬升过程，被硬生生拉长到了90分钟甚至更久。血糖的上升速度慢了，胰腺分泌胰岛素的压力就小了，血糖峰值自然也就被压低了。不仅如此，秋葵里的黄酮类物质还能直接抑制小肠里一种叫做 α 葡萄糖苷酶的消化酶。
这个酶的工作就是把食物里的复杂糖类切割成能被吸收的单糖，抑制了它，就等于在消化流水线上强行按下了暂停键。市面上卖的秋葵挑法有讲究，要选长度在7到10厘米左右的，太长的秋葵纤维已经老化发硬，口感差，活性成分也低。捏一下秋葵的棱角边缘，要选棱边锋利清晰的，手感硬挺不弯曲的。如果棱边摸起来软了，或者整根秋葵已经可以弯折，就说明水分流失严重，不新鲜了。颜色要选整体翠绿均匀，没有任何黑斑或者黄化痕迹的。秋葵表面有一层细小的绒毛，是农药和细菌藏匿的好地方。洗的时候，抓一小把食用盐干搓秋葵表面，利用严厉的摩擦力把绒毛间的脏东西搓出来，然后放在流动清水下冲洗干净。切记，在清洗之前千万不要提前把秋葵切开，一旦切开，粘液就会大量融入清洗水里流失掉，你洗掉的不只是脏东西，还有最宝贵的膳食纤维。正确做法是整根洗干净之后，再下刀切片。如果是餐后血糖控制不好，但整体肾功能和消化系统还正常的早中期糖尿病患者，每天可以在午餐前5分钟先吃3到4根焯水秋葵，趁热吃。这个时机非常关键，先让秋葵的粘液提前在胃肠道里铺好那层缓冲垫，接下来的正餐食物进入之后，血糖上升的曲线就会明显平缓。对于同时伴有胃食管反流、慢性胃炎的患者，秋葵的粘液对受损的胃黏膜也有一定的保护和修复作用，餐前吃更合适。对于肾功能已经受损，需要同时控磷控钾的糖尿病肾病患者，秋葵在处理之前需要先焯水，整根放进沸水里烫2分钟，捞出来，把焯水的水倒掉，再进行后续烹饪。这个步骤可以去掉秋葵中大约1/3的钾和磷，但粘液里的膳食纤维大部分会保留。每天的量控制在50克以内，不要贪多。第3，西兰花，细胞层面的血糖防火墙。西兰花这东西，在糖尿病食谱里几乎是老生常谈，但绝大多数人都不知道它的核心价值究竟在哪里。一杯切好的西兰花大约只有55卡路里，里面有丰富的铬元素，这个微量矿物质对血糖管理至关重要。长期高血糖的状态下，细胞表面的胰岛素受体会因为持续受到高糖刺激，逐渐失去对胰岛素信号的敏感性。就像一个人长期处于噪音环境里，慢慢就听不见声音了。铬元素的作用是帮助细胞重新调整受体的灵敏度，让已经开始反应迟钝的细胞重新能够识别并响应胰岛素发出的信号。与此同时，西兰花里含量非常高的萝卜硫素，是目前已知的天然植物化合物里抗氧化能力最强的一种。高血糖环境会在体内制造大量的氧化应激产物，这些产物会攻击胰岛壁细胞，也就是专门负责制造胰岛素的细胞，让它们加速凋亡。萝卜硫素能够激活细胞内的抗氧化防御系统，给胰岛壁细胞建立起一道保护屏障，延缓它们的损耗速度。挑西兰花的时候，要选整个花球颜色深绿、密实紧凑，看不到任何开花迹象的。如果花球上已经出现了黄色的小花苞，说明已经过了最佳状态，萝卜硫素的含量已经大幅下降。花茎部分要选粗壮、切口湿润、没有变色中空的。用手掂一掂，同等大小的西兰花，越重的水分越足，越新鲜。西兰花的花球结构非常复杂，缝隙多，农药、虫卵和灰尘都喜欢藏在里面。正确的清洗方式是把整颗西兰花先整体用流动清水冲一遍，然后倒扣放进装有清水的大盆里，撒2勺食用盐，浸泡5分钟，让脏东西随着盐水的渗透压自然排出来。5分钟后捞出，再用流动清水彻底冲洗干净，最后才下刀把花球切成小朵。西兰花的烹饪方式决定了你能吸收到多少萝卜硫素。研究发现，大火快炒和短时间焯水是保留萝卜硫素活性最有效的方式，最好控制在2到3分钟以内。如果煮的时间太长，萝卜硫素会大量融入水中，白白流失。如果是单纯的胰岛素抵抗，还没有发展成完全的糖尿病的早期阶段，每天可以在午餐和晚餐各吃100克的西兰花，配合全谷物主食一起吃，效果最好。铬元素需要跟碳水化合物同时存在才能发挥最大的增敏效果。如果是已经确诊糖尿病，同时伴有甲状腺功能异常的患者，西兰花属于十字花科蔬菜，里面含有一定量的硫代葡萄糖苷，
大量生吃可能干扰甲状腺激素的合成，这类朋友必须熟吃，每天不超过150克，并且至少间隔4小时后再服用甲状腺药物。对于糖尿病肾病晚期需要严格控磷的患者，西兰花的磷含量属于中等偏高，每天吃西兰花之前必须先焯水2分钟，倒掉焯水再烹饪，每天总量不超过80克。第4，洋葱，血液里的隐形清道夫。洋葱切开之前看起来平平无奇，一刀下去才知道它有多霸道，辣得眼泪直流。但就是这股让人泪崩的气味，暴露了洋葱最有价值的地方。一个中等大小的洋葱热量大约60卡路里，含有一种叫做胡皮素的黄酮类化合物，这是洋葱最核心的武器。长期高血糖状态下，血液里会产生大量的糖化终末产物，这些东西会附着在血管壁上，让血管壁慢慢变厚、变硬，弹性越来越差。同时，高糖血液中的脂质成分也更容易被氧化，变成具有攻击性的氧化低密度脂蛋白，也就是俗称的坏胆固醇。它们会钻进血管壁内皮细胞，形成粥样硬化斑块，逐步堵塞血管。胡皮素的工作，一方面是直接中和血液里的氧化自由基，阻断坏胆固醇的形成过程；另一方面，它还能抑制血小板的过度聚集，防止血液变得太过粘稠，保持血液的正常流动性。对于糖尿病患者来说，血液流动性差是引发心梗和脑梗的最大隐患之一，而洋葱能从这个角度提供一层额外的保护。挑洋葱时，用手捏一下洋葱顶部，要选顶部干燥、紧实、没有任何软化迹象的。如果顶部按下去有空洞感，说明内部已经开始腐烂。外皮要选包裹紧实、颜色均匀深棕或深紫的，不要选外皮已经松散脱落、看起来白花花的那种。外皮包裹越紧，保存状态越好。紫皮洋葱的胡皮素含量比黄皮洋葱高出将近20%。洋葱不需要特别复杂的清洗方式，剥掉最外面那1-2层干燥的皮，然后用流动清水冲洗切开的断面即可。洋葱的农药主要集中在最外层，剥掉之后里面基本是干净的。切洋葱时有个实用小技巧，先把洋葱放进冰箱冷藏20分钟再切，低温会减缓切开瞬间挥发出的催泪性气体的扩散速度，眼睛就不会那么难受了。如果是空腹血糖偏高，但餐后血糖还算稳定的早期患者，每天可以把半个洋葱切丝，加点橄榄油炒熟，当做午餐的配菜。洋葱炒熟后甜度上升，更容易接受，而且胡皮素在轻微加热后，生物利用率会有所提升。如果是糖尿病合并高脂血症的患者，建议每天固定吃半到1个洋葱，紫皮洋葱优先选择，可以生切薄片，拌入沙拉里吃。生吃保留的胡皮素活性更高，降脂护血管的效果更直接。对于正在服用阿司匹林或其他抗血板药物的患者，洋葱本身也有轻微的抗血小板聚集作用，两者叠加可能导致凝血时间延长。大量食用洋葱期间，如果发现皮下出现不明原因的淤青，必须立刻告知主治医生，调整洋葱的摄入量。第5，菠菜，胰岛素信号的天线修复工。很多人听说糖尿病不能多吃深色蔬菜，怕草酸高，怕肾结石，索性就把菠菜这类深绿色蔬菜从餐桌上彻底清除了。这个想法过于极端。一大把焯过水的菠菜，热量只有40卡路里左右，里面含有非常丰富的镁元素，而这个元素在血糖管理中扮演的角色严重被低估。镁在人体里是超过300种酶促反应的辅助因子，其中就包括胰岛素与受体结合时必须参与的信号传导过程。说白了，胰岛素要想成功打开细胞的大门，让葡萄糖进去，必须有镁元素在旁边协助完成这个解锁动作。一旦身体缺镁，这个解锁过程就会变得迟钝甚至失败，血糖就会长期滞留在血液里下不去，而长期高血糖又会导致肾脏大量排出镁，形成恶性循环，镁越少，血糖越难控，血糖越难控，镁流失越快。菠菜里含有的镁和叶酸能够从外部补充这个缺口，让胰岛素信号的传导通路重新顺畅起来。挑菠菜时要选叶片挺立、颜色浓绿、叶柄脆硬不弯曲的。如果叶片已经开始微软发黄，或者叶柄根部出现黏滑感，说明存放时间过长，叶酸已经大量分解。根部带有红色的菠菜，说明生长状态好，根部越红，说明积累的植物营养素越丰富。
菠菜的草酸问题必须认真对待，但解决方法很简单，烧一锅开水，把整把菠菜放进去焯30到60秒，迅速捞出，用凉水过一下。这个步骤能去除菠菜里50%到70%的草酸，同时保留绝大部分的镁和叶酸。切记焯水的水一定要倒掉，不能留着做汤，草酸都溶在那锅水里了。焯完水再下锅翻炒，或者直接凉拌都可以。如果是单纯血糖偏高、肾功能正常、没有结石病史的早期患者，每天可以吃大约100到150克焯过水的菠菜，建议分成午餐和晚餐2次，每次70-80克，避免单次摄入草酸过于集中。吃菠菜的时候，搭配富含钙质的食物效果最好，比如同餐喝半杯低脂牛奶，或者加1小块豆腐。钙会在肠道里跟剩余的草酸结合，直接随粪便排出，大幅降低草酸钙进入肾脏的量。如果是有草酸钙结石病史的患者，菠菜的每日摄入量必须压到50克以内，焯水时间延长到90秒。每次吃菠菜后必须喝够300毫升温开水，保持尿液稀释状态。对于糖尿病肾病中晚期已经出现明显蛋白尿的患者，菠菜里的钾含量较高，即便焯过水，每100克仍然含有大约180毫克的钾。这类患者每天的菠菜摄入量必须严格限制在40克以内，绝不能因为觉得健康就放开了吃。第6，苦菊，餐桌上最低调的血糖压舱石。苦菊这个蔬菜，名字里就带了一个苦字，让很多人对它敬而远之。但它的升糖指数极低，1大碗生的苦菊才不到20卡路里，而里面含有的菊苣酸和绿原酸，是目前植物食物里已知的效果最直接的胰岛素增敏成分之一。当高糖血液在肾脏里长期流动的时候，肾脏的血管床会慢慢被糖化损伤，肾小管细胞的线粒体会因为长期的能量代谢紊乱而功能衰退，最终整个肾单位开始走向萎缩硬化。绿原酸能够在细胞层面激活一个叫做 AMPK 的能量传感器，这个传感器就像细胞里的油量表，一旦被激活，就会命令细胞加速消耗葡萄糖，提高细胞的能量利用效率，同时抑制肝脏在空腹状态下把糖原过度分解为葡萄糖释放进血液。空腹血糖高的朋友，肝脏往往就是主要的麻烦制造者，苦菊能从这个环节精准切入。挑苦菊时，要选叶片细长、锯齿清晰、颜色深绿带有白色叶脉的。如果叶片颜色太浅，偏黄绿，说明种植时氮肥用量过大，绿原酸含量不高。用手轻轻折一片叶子，新鲜的苦菊叶片折断处会立刻渗出一滴白色的苦味汁液，这个汁液越浓越白，说明活性成分积累的越充分。苦菊通常是作为沙拉生吃的，清洗要彻底。先把整把苦菊根部的老叶和黄叶摘掉，然后放进装满清水的大盆里，加入2勺白醋，浸泡5分钟。白醋的酸性能破坏农药的分子结构，起到分解作用。5分钟后捞出，在流动清水下逐叶冲洗，确保每片叶子的缝隙都冲到。冲洗完后用干净的厨房纸巾轻轻吸干表面水分，马上食用，不要久放，否则绿原酸会迅速氧化分解，苦菊叶片也会软塌失去口感。如果是需要控制空腹血糖的早期患者，可以每天在早餐前吃1小把约50克的新鲜苦菊，搭配半个煮鸡蛋和1杯无糖豆浆，组成一份完整的低升糖早餐组合。苦菊提供绿原酸帮助抑制肝脏的晨间糖原分解，豆浆提供的植物蛋白让饱腹感延长，避免上午10点的血糖反弹。对于同时伴有脂肪肝的糖尿病患者，苦菊的菊苣酸还具有温和的利胆作用，有助于促进肝细胞代谢。每天中午吃一份苦菊沙拉，长期坚持对改善转氨酶和脂肪肝有辅助作用。胃寒体质、消化系统比较弱、容易腹泻的患者，生吃苦菊可能引发肠胃不适。这类朋友可以把苦菊在热水里快速焯15秒，捞出来凉拌吃，既能保留大部分绿原酸，又能减少对脆弱胃肠道的刺激。第7，芦笋，肾脏细胞的温和冲洗剂。芦笋的名声主要来自于它的利尿作用，但很多人不知道它在血糖管理上同样有独特的价值。6根中等粗细的芦笋，热量只有20卡路里，里面含有的芦丁和天冬酰胺是芦笋发挥双重作用的关键成分。血液长期高糖状态下，肾小球的滤过基底膜会因为糖化损伤而通透性增加，正常情况下不该漏出去的大分子蛋白质开始慢慢渗进尿液。
这个过程就像一张密网上出现了越来越多的破洞，东西开始从洞里漏出去。芦丁是一种非常有效的血管壁修复剂，它能强化毛细血管壁的弹性和完整性，堵住那些早期出现的微小渗漏点，延缓蛋白尿从微量向大量发展的进程。同时，天冬酰胺会随着尿液排出时，带走一部分滞留在肾小管里的尿酸结晶和钠离子，起到轻柔的冲洗作用，帮助减轻肾脏的代谢负担。挑芦笋时，要选笋尖花苞紧密闭合，没有任何开散迹象的。笋尖一旦开始散开，说明芦笋已经过了最佳采收时间，里面的芦丁活性已经明显衰减。笋身要选笔直挺立，表面颜色翠绿均匀的，用手折一下尾部。新鲜的芦笋尾端应该清脆的折断，如果折不断或者弯而不断，说明纤维已经老化。买回来之后，先把芦笋尾端大约1/3的老茎部分折断去掉，这部分纤维粗硬，活性成分极低，留着没有意义。然后把芦笋整根放在流动清水下冲洗，用手顺着笋身从下往上擦洗一遍，重点清洗笋尖花苞处的缝隙，那里容易积累沙土和农药。清洗完后，竖着切成3到4厘米的斜段，斜切能增大芦丁的溶出接触面积，更有利于烹饪时营养的释放。如果是早期糖尿病，同时有轻度高尿酸或者尿液里偶尔出现泡沫的患者，每天可以在晚餐时清炒或水煮8到10根芦笋，配合饭后喝300毫升温开水，让天冬酰胺随尿液顺畅排出，冲洗肾小管。坚持每天吃，连续4到6周，复查尿常规时泡沫尿往往会有所改善。对于同时患有痛风或血尿酸超过正常值的糖尿病患者，要特别注意一点。芦笋属于中等嘌呤含量的蔬菜，每百克大约含有23毫克嘌呤。在痛风急性发作期间，必须完全停止吃芦笋，等到关节肿痛完全消退，血尿酸回落到正常范围之后，再逐步恢复到每天不超过5根的量，慢慢观察身体的反应。对于糖尿病肾病晚期，已经进入透析的患者，芦笋虽然钾含量不算极高，但每百克仍然含有约200毫克的钾，在2次透析之间，每天芦笋的摄入量必须严格限制在50克以内。处理时同样需要先焯水去钾，再进行烹饪。7日血糖管理蔬菜轮换计划，让肾脏和胰岛一起喘口气，把这7种蔬菜有节奏地轮换着吃，既能避免单一营养素在体内过载，又能让每个器官都得到针对性的支持。周一胰岛养护日，午餐清炒苦瓜100克，帮助模拟胰岛素信号，把餐后血糖峰值压下来。周二肠道减速日，午餐前5分钟先吃焯水秋葵4根，铺好肠道缓冲层，让今天的米饭慢慢释放血糖。周三细胞充能日，午餐和晚餐各吃1份大火快炒西兰花100克，用铬元素和萝卜硫素双管齐下，给胰岛 B 细胞补充保护力。周四血液净化日，晚餐配上半个炒洋葱，用胡皮素清扫血液里的氧化垃圾，保护糖尿病患者最脆弱的血管壁。周五镁元素补给日，午餐和晚餐各来1份焯水菠菜75克，配豆腐一起吃，让胰岛素的传导天线重新竖起来。周六肝脏降糖日，早餐前吃1把新鲜苦菊50克，用绿原酸压住肝脏的晨间糖原输出，把空腹血糖控住。周日肾脏冲洗日，晚餐清炒芦笋8根，配饭后300毫升温水，温和冲洗肾小管，帮助身体排出1周积累的代谢废物，为下一轮循环做好准备。最后说一句真心话，这篇文章里提到的每一种蔬菜都是有科学依据支持的辅助性饮食建议，但请记住，它们的定位是辅助，而不是替代。该按时吃的降糖药、降压药1颗都不能少。该定期做的糖化血红蛋白、尿蛋白、肾功能复查1次都不能跳过。身体的恢复需要时间和耐心，在医生指导下配合科学的饮食节奏，才是真正守住血糖、保住肾脏的硬道理。